大家好，我是张大刚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主角光荣入狱的热血格斗番《范马刃牙》。上集说到，刃牙为了去亚利桑那州监狱见奥利巴，于是绑架美国总统，光速入狱。不过在得知刃牙要见他之后，奥利巴第一时间就让狱警把人给他带来。他所在的地方关押的都是犯下特殊罪行的罪犯，周围的墙壁都是透明的，每10米就有一堵亚克力墙，安保非常的密集。狱警特地提醒他不要去看这些罪犯的眼睛。走过长长的走廊，到了一扇大门前，打开大门的瞬间，刃牙惊呆了。眼前是一条富丽堂皇的走廊，就像是走进了另一个世界。再打开一扇门，奥利巴出现在他的面前。奥利巴的房间根本不像是一个监狱，更像是一座别墅。奥利巴当然明白刃牙的目的，无非是来找他对决练手的。他自然也听说了刃牙和他爹即将开战，但这可是他的地盘，范儿怎么说都要先摆起来。这个监狱有4000多想和他决斗的人，除非刃牙能在下周之前爬到全监狱的第2，奥利巴才会和他决斗。刃牙当然不干，当场一拳打了上去。但是这强力的一拳居然连奥利巴毛都没伤到。行吧，刃牙不情不愿地跟着狱警到了自己的房间，但他怎么也没想到的是，他的一位室友居然是失踪多年的铁人麦克。刃牙以为麦克就是监狱第2，但麦克却说自己连前10都进不去，而第2就在他们这间宿舍里。正说着，旁边一张床上突然动了一下，一个长到床根本放不下的人出现在众人眼前。难道这就是第2？刃牙一觉醒来，2米多高的壮汉叫住了他，让他去走廊。突然卫生间的门打开，真正的第2打着哈欠走了出来。刃牙也是够狂，直接就问，如果他在这里打败了他，自己是不是就是第2了？监狱就像是军队一样，所有服刑人员都要出来报道，并且禁止相互说话，但是第2却可以自由走动，甚至抽烟。警卫的表现就像是看不见他一样，而且对他十分恐惧。当然，这种待遇所有囚犯都想拥有。坐在第2对面的男人打算挑战第2，这个男人之前是相扑手，因为街头杀人被捕入狱。那人一把掀翻餐桌，向第2发起挑战。不是你挑战掀桌子干什么？浪费粮食是可耻的，知道不？第2也不生气，而是拿走了狱警的手枪，拉开保险栓递给男人，让他朝着自己开枪。被激怒的男人还真就扣动了扳机，但还没能子弹出膛，就被第2一脚踹裆，遭受致命打击。之后第2把人带到了体育场，因为男人用的是相扑，第2也就用相扑对决。但不管男人怎么使劲，都无法搬动第2一丝一毫。第2轻描淡写的拍碎了男人的鼓膜，并用头发扯断了对方的耳蜗，仅仅一掌，男人倒地不起，甚至爬都爬不起来。第2转身离开，男人被狱警擅闯体育场为由当场击毙。刃牙终于明白，第2不是指的第2位，而是第2代。这个人是第2代关不住的男人。然后刃牙就因为折断狱警的警棍被关了禁闭。通过送饭的老头，刃牙知道了这位第2先生的故事。他叫切格瓦拉啊，并不是，他叫凯尔巴，是个海贼王，住在南美洲一座人口不足2万的孤岛上，在海上拦截游轮并抢走金银珠宝。17岁的时候，凯尔巴目睹了自己的岛民被像奴隶一样对待，被不断的压榨，收入微薄，就连引以为傲的文化都在资本主义的践踏下荡然无存。于是凯尔巴决定争取小岛的独立。他从小就从爷爷那儿受到了特别的武术训练，于是开始训练手下，但是禁止他们使用武器，训练非常的艰苦，不仅要赤手空拳较量，还要徒手对抗武器、枪弹甚至爆炸。不少人因为训练伤亡惨重，但却没有一个人退出。很快凯尔巴的无武器军队成立，并领导小岛独立成为总统。这件事也受到了美国高层的关注，总统布什直接主张开炮炸平小岛，这才不是独立，而是叛变。世界上最自由伟大的国家怎么能有叛变呢？国防部长提议先派军队驻扎，然后控制媒体封锁消息。好家伙，这动漫把全世界的国家都黑了个遍。而就在此时，一位保镖突然出现在了布什的身后，他是凯尔巴的手下。凯尔巴的手下早就渗透了每个州，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徒手接机并夺取核电站。不仅如此，凯尔巴甚至入侵到布什家里，威胁了他的家人。就这样，布什被迫答应了小岛的独立，而凯尔巴入狱纯粹是为了挑战奥利巴。现在是赤手空拳的时代，不用任何武器的人才是最可怕的，他们可以潜入任何场所，造成任何破坏。美国意识到这一点之后，重点监视了3个人：刃牙他爹永次郎、奥利巴以及凯尔巴。这3位都被卫星监视着，一旦其中一个目标的移动时速超过4公里，消失在卫星监视范围内，全国超过半数的卫星就会采取紧急行动跟目标。使用卫星的汽车导航都会产生偏差。正当两人聊得正欢的时候，狱警突然出现，打碎了老头的指甲盖。刃牙看不下去了，打老人要脸吗？也不管自己被绑着，一脚踹飞了狱警的帽子。这狱警还是个光头，刃牙又一脚把人踹到了走廊。虽然刃牙的手被怪异的绑住了，让关节脱臼复位不是什么难事，但那狱警被踹飞之后一摔，居然直接越过栏杆摔下了楼。要知道刃牙关禁闭的地方是高层，这要是摔下去，保证当场去世。刃牙急得也不顾锁扣没解开就去捞人，狱警人高马大也不轻，刃牙光凭2根手指支撑，很快就被勒得满手是血。这会儿狱警也嚣张不起来了，哭着让刃牙救命。路过的凯尔巴让他不要救了，毕竟从这个狱警身上刃牙得不到任何回报。但是刃牙还是用力将狱警拉了上来。狱警感谢刃牙的救命之恩，今天的事情什么都没发生。3天之后的刃
刃牙出狱开始劳作，他们主要负责道路的地基工作，别人敲半小时的地基，他2锤子搞定，领先别人1大截。吃饭休息的时候，刃牙得知麦克下个月就要出狱了，他要去争夺3个月之后的拳王排名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拳击协会为了不再让罪犯成为冠军，贿赂了监狱长，让他废了麦克。为此，监狱长放出了嘴巴三兄弟，他们是3胞胎，有着极高的默契，甚至能共同完成一句话：唇齿舌是世界上最完美的组合。他们并不精通武术，还敢大放厥词，称麦克的战斗力不过是普通人的3.2倍。麦克曾轻松制服了5个暴徒，就连带路的狱警都认为3兄弟没有任何胜算，却没想到在3人默契配合之下，就算是世界拳王也只能被动挨打。3人将麦克打倒在地，狠狠地踹着他的脸。麦克突然暴起，越过3人，直奔墙角，保护住自己的背部，让3人被迫与自己正面对决。但即使如此，3人的铁拳还是让麦克自顾不暇。他能避开1人的拳脚，却不能避开3人。3兄弟同时出拳，很快就打得麦克跪地不起。接着1人控制住他，另外2人再次疯狂踩脸。不管多强大的对手，都有2个弱点，一是当下，一是眼睛。其实还有一个就是高跟鞋。不要小看高跟鞋的威力，就算是世界冠军也会被踩到不省人事。随后3人拿出刀就要废了麦克的手筋，但就在此时，一道寒光划过3人耳边，回头一看，一只风车插进了坚硬的墙壁中。3人疑惑之时，一个人慢悠悠的从牢房里滚了出来。没错，滚了出来，来人正是凯尔巴。嘴巴3兄弟之所以很厉害，是因为他们极高的默契，不管是恶霸还是斗士，遇到他们的下场都很惨，但这也是他们的弱点。太过依靠团队配合，个人的力量就会非常薄弱。仅仅是一个照面，凯尔巴就把3兄弟吓得满头冷汗。3人再次形成3角夹击之势，把凯尔巴团团围住。就在即将发起攻击之时，凯尔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拉开了裤链，尿在纯的身上。3人被这一出当场搞乱手脚。不仅如此，他还用尿给自己画了个圈躺进去。来吧，不是要打人吗？我一点也不反抗哦！恼羞成怒的3人对着凯尔巴的脸就是一顿踩。3人踩得气喘吁吁，凯尔巴屁事儿没有。而此时天上开始刮风，凯尔巴摘下头巾，脸上画满油彩，身上爆发出恐怖的气势。现在该起航了。3人也迅速朝凯尔巴围拢，将人逼到了夹角。1人跳上来，呈4面围攻之势。趁着凯尔巴回头望去，身后2人迅速挥拳。凯尔巴不慌不忙，以一种极其诡异的身法避开了2人攻击。紧接着一招上勾拳，直接击中其中1人下巴。这铁拳的威力恐怖异常，当场打得蛇七窍流血，高高飞出，随后重重摔在地上，生死不明。凯尔巴不是人，而是怪物。意识到这一点的纯当场吓尿，跑得比兔子还快，爬上房的尺也被吓得滑落在地，失去战斗能力。凯尔巴没有把他们一网打尽的打算，悠闲的就准备回牢房。清醒的麦克走过来向他道谢，他无比庆幸自己和凯尔巴同一个牢房，自己的职业生涯不会被断送。2人回到牢房，凯尔巴还破天荒的答应以后和刃牙陪练。牢房那几人其乐融融，突然门口的窗户上出现了一双不怀好意的眼睛。欲知后事如何，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